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有这样一个画面，行驶在未曾见过的异世界，穿越100公里的旷世风景，探寻秘境一样的寺院和村落，或飞驰在无边际的草原。从兰州出发，我们的第一站是位于刘家峡水库的奇观黄桃交汇。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黄河和桃河的泾渭分明，Y字形的分界线相交而不相容，就像水墨丹青一样散开。西部地区的任意一处地貌都是我们所没有见过的新奇和辽阔，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旅程的深入，我们感受到的震撼会越来越强烈。经过刘家峡大桥，到达下河县麻当镇的时候，我们才算真正的进入甘南地区，正式开启了这段视觉盛宴的旅程。即将左转，左转。经过一条很隐蔽的小路和桥洞，路过几个好像是守卫山门的经幡杆。刚开始的这种路让我们一度怀疑路线的正确性，直到我们看到村口的麻当城遗址。这是一条进入甘南的极小众路线，小众到哪怕是骑行导航都不会给你推荐的路线。起点位于导航软件中麻当镇的马日村，而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甘家秘境。我们现在正在从麻当到甘家秘境的这条穿越路线，刚才打听的应该是这儿前几天被洪水冲了一下子，所以很多水毁的路段，他说不能走。但是刚才我们从这儿有一个对向来车，他说可以走，就是从甘家秘境过来的，所以我们决定试一试。在我们向当地人打听后得知，前几天的连续暴雨导致的山洪，很多路段都在维修，并不建议我们走。但进退两难的我们还是决定碰碰运气。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托底和磕碰后，我们终于穿过了这最后的山口，然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蓝调时间的甘家草原，太阳已经落下，只剩金红色的余晖过渡到蓝色的云层上。我们开着车追赶着落日，这种时刻就像大师手中一幅没有完成的油画，在等待着我们的进入，来完成这幅画的最后一笔。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鸟叫，伴随着八角古城的苏醒。古城外被牧民赶出去的牛羊，悠闲地在草地上觅食。淡季的八角古城少了一份喧嚣，但也多了一些宁静。走在这里，每一步都像是踏着历史的足迹。破败的城墙和古城内新的建筑相互融合，共同见证着这里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而每一块土地和砖石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故事。而在八角古城不远处的白石崖，此时也仿佛一幅渐渐清晰的水墨画，在晨光和薄雾中逐渐醒来。
在朵帮上放一块象征祝福的石头，然后开车穿梭在甘加草原。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自由和辽阔，我们仿佛成了这里唯一的航行者。车轮滚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远处的天空和地平线交汇。我想，我们不仅是在行驶，更是在追寻。所以，不要停下，让我们一起继续前行吧。这里天气变化的速度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上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开启了倾盆大雨的模式。但是当我们来到拉卜楞寺，天空却又突然放晴。这里的人们对于信仰的坚定，不像这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也不像远方和梦想，可能会随着时间和现实渐行渐远。当我们沿着朝圣者的脚步走过这世界最长的转经长廊之后，更加为之触动。信仰这两个字在我们心中似乎又有了新的定义。所以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次真正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着的时刻？旅行的不确定性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这条从卓尼县城到泥巴村的意外路线，得益于某德导航喜欢导小路的优良习惯，却让我们在这里邂逅了甘南最美的五色田。之所以人类飞翔的梦想从未停止，可能是因为这世界的角落有太多我们依靠自身难以企及的地方吧。就像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画面，一条秘境一般的通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洛克之路。从海拔2000多米到4000米，真正的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洛克之路得名于一位名叫约瑟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1925年，洛克在卓尼吐斯杨基庆的帮助下，深入甘南的崇山峻岭，为这片神秘的土地带来了外界的目光。从扎古路开始到扎尕那，高山、林海、草原、峡谷、冰川遗迹、百年藏寨，以及一路相伴的经幡和朵邦，几乎所有甘南的地貌和人文都浓缩在了这短短的100公里。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快要天黑，但依然看到了叠山山脉那隐士桃源似的田园河谷和刀锋山脊。
美味吗？一点甜味都没有啊，好酸呀！美味吗？好酸呀！10块钱一碗的那个牦牛酸奶好吃吗？我们在扎尕那的第一天是在秋后的小雨和一杯酸到极致的牦牛酸奶开始的。昨天这有车。虽然这里的商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变成了几乎家家开民宿或者饭店的网红打卡地，但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淡季，所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闹。拨开山峰和云雾，雨后的扎尕那依然是那个有着最后香巴拉称号的世外桃源。扎尕那早起的小雨和大雾，给我们重返洛克之路的计划泼了一盆冷水。不过我们依然选择去碰碰运气，希望可以得到10里不同天的结果。雾很大，估计可拍的东西很少，但是我们觉得既然来了，不管是天晴也好，还是说天气不好也好我们都要记录一下。山峰被浓雾包围，犹如隐藏在洞穴里的巨兽，在高处静静地窥探着我们。大雾的加持又增添了一份神秘感，也让我们对重返洛克之路的选择开始了担忧。只要你不心疼你的车，一切都没有问题。非铺装路面的炮弹坑和浓雾伴随我们走了一路。就在我们即将放弃的时候，我们的期盼好像开始应验了。巨型冰川对岩石历经亿万年的侵蚀、推进、挤压、运动，从而形成的 U 型冰草谷。这种无法用人类语言描述的景象，此时就像一部史诗题材的剧目电影一样，在我们眼前开始播放。请相信我，如果你来到这里，身处在这冰川遗迹，然后远观9天10门，你也会脱口而出和约瑟夫·洛克一样的话：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我特别佩服这种摩旅的大哥，你看摩旅的大哥，大哥给我回了一下，哎呀。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每个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你就去享受它就得了。如果说洛克之路带给我们的是宏大的远古记忆，那这条从铁布镇到花湖，号称小独库公路的穿越路线，带给我们的是像上帝后花园一样的静谧。几十米高的乔木类树种遍布整个山谷，各种叫不上名字来的远古植物，隐秘在树林中的溪流和枯木，
走在其中，就像漫步在原始森林。您已骑行10公里，相当于绕上海外滩骑了4圈。一路相伴的绿色溪流，偶尔路过不知名的村落，也有着不输扎尕那的悠然自得。只有惬意的午后阳光和绕着佛塔祈福的人们。我们转这个塔有什么3圈转啊？就转就行是吗？3圈。啊，3圈是吧？3圈就可以。啊，我能去转吗？可以转。啊，好。眼前的景色越来越壮观和开阔，我们甚至无数次幻想，如果能在这森林之中有所自己的房子，也许可以在这儿住一辈子吧。跟随我们一路向前的，还有道路两旁时不时出现的经幡和朵邦，哪怕是在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也都有信仰的存在。他们是如此自然地融入这里，敬畏这里。这条在地图上名叫550乡道的穿越路线，因为车道很窄，加上落石和塌方，所以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比洛克之路还要难走的路线。几次艰难的会车后，我们才到达最高的垭口。而就在此时，抬头一看，几十只一展可能有2米的鹰，就在我们头顶10几米的地方开始聚集盘旋。巨大的压迫感让我们一度以为即将要被献祭，直到几分钟后，它们逐渐散去，我们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走过垭口，路况也随之越来越好。驶出山谷后，紧接着迎接我们的就是高山草甸。夕阳穿过厚厚的云层，散发出救赎的光芒，洒在眼前的若尔盖大草原。漫步在这辽阔中，就像漫步在繁华而又孤独的宇宙。乱石遍布的山谷，格萨尔王身披铠甲，在扎嘎尔措蓝色的湖面上矗立。刀锋一般尖锐的群山
就像手持利刃的铁骑，守护在格萨尔王四周。只等着降临凡间的神子一声令下，通向远古的时空隧道开始被撕裂，风带着记忆呼啸着划破空气，来到这安多藏区众神山之首的莲宝叶泽，悲鸣的古战场，一段旷世传奇又重新开始书写。脑海中的惊世画面真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犹如神话照进现实，任何的语言描述都显得苍白无力。格萨尔王的传奇散布在这犹如上古卷轴的奇峰异岭之间，造就出这恢宏的旷世奇景。